如果现在每人发一栋别墅、一台超跑，再永久免费供应一切食物和日用品，会发生什么？这个场景有没有可能实现？有，只要人类科技突破，强人工智能和可控核聚变，彻底解放人工，解决能源，这一切就会成为现实。但这时候你会发现，人类社会依旧等级森严。以前开超跑的小王可能已经开上了曲率飞船，再快的兰博基尼也追不上曲率飞船里的下属。以前你在小城市，小王在大城市，现在你在地球，而他的征途真的成了星辰大海。这时候你开着你尊贵的兰博基尼，准备回到你奢华的独栋别墅，却被堵在了大街上，看着满街清一色的超跑陷入了沉思。为什么我想要的都有了，却还是不快乐？因为人类最大的满足感来源并不是物质水平绝对值的提升，而是自己在全人口序列中相对位置的提升。人在满足了基本的温饱之后，物质带来的直接满足感会急速衰减。我们追求的一切，名车豪宅、锦衣玉食，都只是欲望的表象。几十万一瓶的红酒确实比几十块一瓶的红酒好，兰博基尼确实比50宏光跑得快，但感官提升带来的直接满足感，边际效应递减非常明显，更多的是自己在人口序列中相对位置提升带来的间接满足感。贵以贱为本，高以下为基。人最大的焦虑就是等级焦虑，无法容忍排在自己后面的人越来越少，只有排在自己后面的人足够多才有满足感。就像玩游戏，老区的号练到了100级，但遍地是200级的大佬，你玩着也没意思，宁愿跑去新区开荒，玩一个只有50级但全服排名前10的号。几十年前电视机跟今天的没法比，但几十年前有电视这件事可以让你吹一辈子。在豪华写字楼吹着空调喝着下午茶的小白领，跟几十年前面朝黄土背朝天，累了坐在田坎上摇着扇子抽着旱烟的劳动人民没有本质的区别。虽然你的物质水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，但在全人口序列中，你所处的位置并没有什么变化。钱为什么让人快乐？因为一切商品和服务的本质都是他人的时间，你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转化成了对他人时间的支配权。钱的本质是权利，而权利的本质是看你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和控制他人。社会的竞争表面上是人人都在为了物质拼命赚钱，实际上是每个人都在拼了命地避免被他人支配，同时想尽一切办法去支配他人。真正让人欲壑难填的根本不是物质本身，而是这些东西背后所蕴含的对他人欲望的牵引力，对他人生的支配权。而支配权争夺的游戏永远是零和博弈，有人支配就必然有人被支配，有人排序上升就必然有人下降，有人抱怨社会上通道越来越窄，阶层越来越固化。看看《资治通鉴》，你就会发现这才是社会的常态，就是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，才是几百年一遇的小概率事件。几千年来，阶层剧烈变动的年代都极其短暂，一个社会的制度越完善越成熟，阶层流动必然越缓慢。只不过恰好我们的祖辈父辈经历了数百年来变动最剧烈的时代，经历了最跌宕起伏的人生，让我们误以为阶层加速流动才是常态，其实阶层流速放缓才是新常态。放缓的同时，是信息高度透明，是稀缺资源优化配置的效率越来越高，是每个人回归真实价值的速度越来越快。怀才不遇的牛人，小村小镇的美女，越来越不容易被埋没。以前你穷200不学无术，也许还可以捡漏青梅竹马的村花娶回家当老婆，但今天他有太多渠道去认识更优秀的人。才华和美貌永远是稀缺资源，信息的透明让优秀的人有了更多的选择，让浑水摸鱼的人寸步难行。有人说，人生是一场接力赛，自己接棒的时候就已经落后别人好几百圈，就算拼尽全力也根本赢不了比赛，这就是掉进了支配游戏的陷阱。谁说人生是一场比赛？谁又有资格定义这个输赢？操场上明明有人在散步，有人在冲刺，甚至有人在遛狗，这场游戏根本就没有规则，没有主线任务，捆在你身上的绳索仅仅是自身的欲望。当你挣脱这一切，就会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。无欲则刚，你可以做一个散步的人，也可以做一个冲刺的人，但规则必须自己来定。你好好品品吧。关注四哥，分享实在干货。